哎，你说有个事儿，你们说意不意外？就这次我大胖媳妇和孩子回来，我婆婆居然给我的父母备了一份厚礼。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婆婆的性格，就人儿不错，但是特别抠。就曾经我的婆婆啊，就因为喜欢参加婚礼，喜欢搂席，但是不喜欢送礼，觉得太贵。赶上有一次圣诞节，商场土司机打半价，我婆婆直接买了半打，就土司机烤面包片那种的，合人民币150块钱，我婆婆买了半打，全在仓库放着。之后那10年特别热衷于参加婚礼，好送出她这个廉价土司机。哎妈，那土司机才有劲呢。那面包片如果要是薄点的话，好，头5秒还是烤吐司，到第6秒就是烧冥币啊，直接就冒烟了，就灰飞烟灭了。就都说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婆婆上坟的时候还给人烧纸。加拿大本来结婚率就低，就那几年没人敢结婚的。但这次他们回来，我婆婆说我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托你家这个大胖信哥给你父母带回去。跟我视频说，我听说了，你们中国是这个礼仪之邦，讲究这个礼尚往来。这次我儿子去呢，我也带点东西，就是聊表心意吧。但是呢，不想给你父母造成什么压力。我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得是多大礼呀！给我父母造成压力，他该不会是给我妈运回来一辆车吧？然后我婆婆就掏出了她的礼物，一个加拿大印第安土著吉祥物，这么大点儿，脑袋大脖子粗，一看还made in义乌，$12还因为有瑕疵打了7折，合人民币不到50块钱。我婆婆还给我解释呢，就在印第安文化中，这个东西可以驱逐噩梦。怎么样，你的妈妈会做噩梦吗？我说我的妈妈会做了你 ，You are my mother's 大噩梦。然后我就赶紧偷摸跟我大胖媳妇说，我说这东西你就别往回拿了，你就随便找个借口，你就说礼物太贵，路上被摸了，东西太沉，影响飞机颠簸了，文物涉嫌玛雅遗址被海关稽查收割了。他啥也不拿吧，你好歹还可以怪成文化差异。他拿这个来，那就是破坏双边关系，破坏双边关系。我婆婆说我还没完事呢，我还有一份大礼，这次居然破天荒的给我老公一份家产，一个吹风机，出土于2003年。他说这是他20年前攒钱买的最好的吹风机，自己用一个，就另外一个到现在没舍得用嘛。就今天儿子要走了，决定把它过继给他，然后跟我说，你放心，我已经跟我2个女儿打好招呼了，今天我这拍板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了，就是以免将来卷入没有必要的遗产之争。我寻思这玩意儿有必要争吗？20年前的吹风机吹什么风啊？复古风啊，复古风啊！我说温迪啊，你儿子头发搁哪呢？你给他送吹风机呀？就巧妇难为无毛之炊呀。然后我才知道我的婆婆温迪以前是个 Tony， 以前是温哥华美容美发界小鼻祖。她说她为什么这么在意呢？她说你们亚洲人就太幸运了，你们不懂，他们的头发太软太细了，而且他们很多头发还少，像我公公我老公这种的，你给他们吹头发那属于高技术工种，你得在一片地中海中央硬吹出来一片海市蜃楼。你劲儿小吧，这海市蜃楼你吹不出来，你劲儿使大了，剩25根你就给吹掉了，吹毛求疵的整的。我说那也大可不必从加拿大带吹风机回来，就你这点需求，来分分分钟给你满足。普通吹风机2到3万转，来分11万，时间缩短好几倍。无刷马达放在了手柄里头，劲儿贼大，就我这头发1分钟基本就吹干。但我估计以我老公那个发量，就这吹风机瞅他一眼，他头就干了。哎，我老早就刷过莱芬的那个创始人，一个秃顶讲吹风机，给我逗稀了。这不相当于小矮人教白雪公主怎么长个，蒲公英教你脱发怎么攻克，外国人教咱们怎么驾驭蹲厕吗？没有用。后来我一想，不对呀，就他才知道痛点。人怕出名，猪怕壮，谢顶吹头真怕烫。所以莱芬有芯片黑科技控温，还可以多档位调节，完全不用担心家里有小孩烫着孩子娇嫩的小皮肤，而且声音贼小。虽然他送我妈这一个50块钱的小摆件，但是人家我妈妈还是有格局的。我妈说，等如果他将来来了，咱给他装几个走，咱不差事儿。而且他那2000多，咱那是500多，怎么说呢？让他别有压力了。我丢人丢大发了，我母亲节让这加拿大人给我算计了。你们赶紧帮我想想这个局我怎么给搬回去呗。前天不母亲节吗？我老公今年给我放话了，你想要啥告我，我去给你买去。妈，这话他往年他可是不说的，因为啥呢？商店开门啊，饭店开门啊，消费自由啊，败家不愁啊。所以往年啊，什么母亲节、情人节啥的，他从来不起这高调，太贵。但今年是扣癌患者的转运年呢，啥烧钱都不开，现在开的就超市和药房，而且俺家附近的超市哈，就我跟那小鳖battle那遗址。都算不上超市，就那规格哈，在铁岭也就叫小卖铺，就是基本以就是卖打火机和鲜牛奶带货的那种规模的。但我能不知道他的心眼子吗？你个加拿大被冷冻过的智商，你吃整条鱼不扎刺，你都是这2年的事，还跟我俩宫斗上了。有人告我了，俺家门口那条街上卖海鲜的鱼市开了。我说那行，随便要，那个你上鱼市给我整俩大面包蟹，整俩大螃蟹。完他说没开，我说这开了，你去吧，这开了。我跟你说，就英国这地方好吃的是没啥玩意儿，但这面包蟹哈老港口老肥实了。我以前有一次自己整个面包蟹配俩海螺，给我自己吃晕过去了。但是为了他，我晕也值得，再晕一次吧。我说我要面包蟹，就是过8点，我老公回来了，螃蟹没有，给我带2盒这玩意儿。我一看海蜇儿，这些年究竟啥行情我是不知道了。但根据我小时候的回忆呢，就是海蜇这个东西在鲅鱼轩、大连一带这个渤海湾的地位吧，就是说怎么形容呢？就相当于烧烤店的花生毛豆，初次网课的视听感受。
澡堂子的纸裤衩，车展会的钥匙扣，这些东西你要是花过钱，不是打脸的尴尬，是人格的销售。完结果他老有理的告我，海钧打特价打半价，螃蟹没打折，所以我就买的海钧，那肯定得买打折的，那都是海鲜嘛。其实我早就应该有心理准备，就他这个抠癌呀，已经很严重了，他有很多并发症。这个毛病最严重的并发症吧，表现在全价梗阻。啥叫全价梗阻呢？就是宁愿打折买一筐，也不全价买一双。就这东西，我要是发现了打折了，别人没发现，哎呀妈，人生巅峰了。你有没有这种同感？就同样一双鞋，汤姆花500，我花250，我就感觉汤姆偷摸给我刻了仨响头，棒棒。虽然汤姆不知道。如果你也想享受这种快感，你就下实货，帮你全网比价，阿迪耐克200-300，椰子 AJ 更亲民。评论区下一个，给你下一个，就好好体会一下那些花全价买衣服买鞋的汤姆们天天给你磕头的感觉。这个病还有个并发症，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便宜不捡白不捡。哎，就我老公有一次在超市，就是超市有一沓袜子，就不知道谁给拆开了，完超市就便宜卖嘛，贴小黄贴，1磅6双，他就要买，我就说不行，这袜子吧是为了那个夜行跑步者设计的，扎眼呐，粉的，荧光的。完事呢，关键的问题是我老公是44脚，这袜子是41的，哎，就高低要买。我俩当时在超市，我说你要买你就穿，他说我买我肯定穿，结果就高低要买了，结果现在哈每个月我都有几天特别舒服的日子，就我老公脚跟放浪，粉粉亮亮。但我发现这毛病挺传染的，我现在基本也这味儿，就是我吃芒果过敏哈，我吃完这芒果之后嘴巴头通红，然后浑身刺挠。哎，但上次就是上超市有那个芒果切好的块试吃，那白给的吃的，那别说过敏了，过电都行。我当时拿小塑料杯上那个试吃篮里夸夸戳着吃，哎呀妈，这吃完给我刺挠的。回家给我挠的好像给肚脐眼都挠外翻了。奈之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事没完事儿，这局我高低得给他搬回来。母亲节之后不还有父亲节的吗？你换我也换呢。他跟我说想要一条领带，还想吃烤羊腿。你也帮我想想，咱都给换啥？哎，就刚才我老公跟我姑娘玩飞镖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事故，但是他现在毫不知情。正好想起来，就曾经我老公来到东北大铁岭，跟铁岭退休老头掰头乒乓球，让人老头给裤裆都给掰开了的故事。你以为我能告他呢？我没有那么爱他，我就回来着急给你们讲故事来了。就咱中国人不讲究一个谦虚嘛，对吧？一身武艺，平日只言3分，想我低调人生，江湖多险，哪天狭路相逢，让你面对疾风，对吧？这种心思咱们都是懂的，对吧？但是很多外国人他不懂。我老公呢是不懂中的尤其不懂，就是中华小不懂。所以当时来铁岭来嘛，闹老笑话了，就让铁岭人民收拾的哈，就一身功名尘与土，好汉玩到开裆裤。第一次就我二姨夫问我老公，你会游泳不？我老公说会，游泳是我强项。你会吧，二姨夫？我二姨夫一听你都说你真厉害了，那我咋说？我二姨夫说我不会，但是我能飘着。我老公说那咱俩学游泳去啊？我二姨夫说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来。结果第二天我老公这泳衣泳镜就一套装备都带好了，以为能去哪个那个游泳池或者会所呢，结果一下车柴河水库。我老公一看，哎呦，这游法太原生态了，那他也不能说现在下场啊，那多丢人呢，就赶紧开始换泳裤、戴泳镜，然后让我给他涂防晒霜，因为这不户外嘛，他不白人嘛，就他一晒伤就秃噜皮，可吓人了。完，我二姨夫说，我黑，我从来不晒伤，完自己就朝水库走去，人家都没换游泳裤衩，就是人家就平时日常的，就是2期双用的，然后就进去了。然后我老公这边用了我一整瓶防晒霜啊，就完我这防晒霜也是油大，完他抹完之后就是漂白，一堆肉往这水里头一趟，哎呀妈，就老像那个就汆白肉涮开水，自己带一圈油花进去。完我二姨夫也是真有神功，就你看不出来他动弹，就是静悄悄的前行。然后我老公呢这家就是自由泳，就咔咔咔一顿掏。完他俩一黑一白，你搁顶上往底下看，你就看就是老像东北名菜，就汆白肉炖血肠，就看这血肠基本不动弹，他汆白肉一顿翻滚。最后他俩终于游到就是水中央了，给我老公已经累瘫稀了，就已经不行了，就搁那憋着等着我二姨夫说咱俩折返呢。结果我二姨夫气定神闲的停下了，问我老公，哎，你们加拿大这些年就 GDP 主要靠什么带动？我老公，二姨夫你先告诉我咱啥时候折返呢？我二姨夫说的啊，我寻思等到饭点呢，等到饭点呢。完这事儿过了好些天，我老姨夫问他，你喜欢球类运动不？咱俩打球去啊，会打乒乓球不？我老公不长记性呢，告人家我会呀，你呢老姨夫？我老姨夫一看你都说你会打了，完人说的啊，我不会打，我就是我可以给你当陪练，咱俩可以玩玩。结果到了那地方以后哈，就我老公让我老姨夫给削的，咱这说吧，他就没站起来过，就根本到那不练球的，就是练腰的，就满地捡球。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哈，就发现我老公开始秃顶了，因为他给我们的就那一个视角，
这时候周围就开始有一群就退休老头过来围观来了。哎，这群老头一看体格都老好了，一看就早晨上山就练嗓、甩手、撞大树那群人。我老姨夫收拾他收拾的就我老姨夫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说的我累了不玩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位70岁老头，就这一身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描述的画面，就上身是被岁月印染的茶色跨栏背心，半透明，后边印着个东方红合唱团，底下是按照脚蹬裤裁剪的紧身红衬裤，脚是踩着一双早市爆款球鞋就过来了。我都70了，你打不过他，你打不过我吗？要跟我玩两局啊，小伙儿。虽然说俺两口子都属于就是脸皮比较厚的人，但是我老公当时被削成那样，也稍微有点脸皮，有点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完一看这事情有转机，天派七旬翁带我震雄风，说的行，那咱俩玩。结果这老头一上场的时候一摸肚子，啪一下这么一弹他这个紧身红衬裤的松紧带，我当时我就预测到了，这厮身手如野鹤，我方胜负很扑朔。因为在东北就论经验而谈，有一些存在你是要加小心的。这些存在就包括5箱毛克的大喇叭，不用广告的印刷术，胆小老太太的小药箱，退休老头的红衬裤。这些东西都是超能力的载体，是奇迹孕育的摇篮，你都得绕着走。结果不出所料，不到2分钟，人老头咔一个反手，我老公咔加一够，裤裆咔就撕裂了。那一刻我老公明白了，人生有一种惨败，叫蜜蜂赴疆场，漏风归故乡。